末日的土地贫瘠，寸草不生。你手里有一袋种子，它们只能结一次果，明年全都会死。你还有3个月的口粮，你会乖乖跪在城邦的大门前，卖掉自己的血，换取下一年的种子，还是孤注一掷，在废土里赌上性命，破解它的基因锁？这是电影 Vesper 的故事背景，一部我非常不推荐你去看的电影，不是因为它拍的不好，而是它那种潮湿、黏腻、绝望到令人窒息的末日废土氛围非常治愈嘛。所以剧情你不用亲自体验，我来替你讲就好。那是新黑暗时代的开始，人类试图用基因科技拯救崩溃的生态，结果制造出的病毒和微生物泄露到荒野，它们杀死了大多数可食用的植物和动物，也带走了大量人口。幸存者被分为2类，一类住在城邦，掌握所有能繁殖的种子，另一类散落在废土上，依赖城邦的施舍苦苦求生。Vesper 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照顾病重的父亲，每天在腐败泥土里用简陋实验室做实验，只为找到能自我繁衍的生命。电影的结束，她真的培育出了能繁殖的种子。故事非常简单，可是真的就结束了吗？导演没有往下讲，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希望，但我觉得并非如此。城邦的力量又怎么会仅仅在于锁定的技术？明明更致命的是背后的制度与秩序啊！种子终于可以不止种1季了，但只要城邦还在，他肯定会想方设法来收回控制权。而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阶级裂缝的生命循环。世界正在重写，算法中不中立。Hello， 大家好，我是齐生。阶级裂缝3部曲来到第3部，冒着被算法降权的风险，我也不愿意放弃完整的论述。其实想讲阶级裂缝3部曲，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如果讲 AI 文明这条线路，绕不过阶级分化这一段，那么想说明白 AI 在这里面造成的影响，比如说或许更封闭，或许更公平，或许依旧混沌，我也不知道。但这之前，我们得先说清楚一个古老的概念：阶级分裂。我觉得单纯去说社会不公、贫富分化、阶级固化，不是我对问题答案的满意程度。查询了整个华人社区乃至英文社区，好像提及这个现象的也有，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个反复出现的规律说清楚。那么今天我想来试着挑战一下，试着回答，在人类长河乃至世界层级的文明演化中，阶级分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为什么它像文明循环的血液一样，比任何制度都古老，比任何帝国都顽固？从罗马到清朝，从英国殖民地到今天的硅谷，循环往复，春风吹又生。我精心挑选了这3部作品，想用这3部曲从不同角度剖开给你看。在第1部 Elysium 里，我们看见裂缝像一个看不见的立场，把我们从表面上共享的同一个地球上真正的资源、机会、寿命统统分开，甚至劈开成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2部安多里，我们看见了反抗是如何被系统吞噬又升级的。来到第3部 Vesper， 我们来深入理解一下裂缝是如何维持和再生，而 AI 和技术又到底是否能作为解决方案。我相信如果你能完整看完3部曲，你一定会对人类的阶级制度有更深入的理解。先点赞，打开小铃铛，我们立刻开始。在人类社会的技术与制度史中，不平等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呢？阶级裂缝听起来呢像是个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但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它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对，你没听错，它不仅有生命，它的形成还有生命阶段。我给它划分了4个生命周期：编码期、固化期、吸收期和重构期。这4个阶段就像是四季一样循环往复，却又一次次叠加在新的技术与制度当中，延续着权力与资源的集中。第1阶段，编码期。我们所处的世界如果是一个大大的 RPG 游戏，你有没有想过，谁是制定规则的人呢？上帝吗？神吗？不可知的一吗？也许这些都是，但游戏里的很多设定和规则却未必是神制定的，也有一部分是玩家在制定。这就是裂缝的第1阶段，编码期。
那么 Whisper 里赖以生存的种子被锁上基因锁，写上编码，这就是编码期吗？不是的，种子被编上锁需要用鲜血来换下一季度生存的可能性，这个设置本身才是编码期的意义。这个听起来有点绕啊，编辑，我来解释一下。所谓的编码期，就是在技术的诞生初期，把访问边界直接刻进了事物的核心结构，然后无声的决定未来几十年的玩法。这听起来有点像一个新事物的设计蓝图啊，是这样吗？如果单纯说是设计蓝图，其实不准确。更准确点的说法是，编码期等于设计蓝图加施工规范加产权分配的落锤时刻。不只是画图的理念这么简单，还在技术层面把接口、默认值、计量单位、命名空间写进标准里，在制度层面把激励机制和所有权写进合同与专利，并在网络层面，也就是上线那一刻接通生态和合规框架，那么从此以后改动成本陡然上升，路径就被锁死。举个例子，我们的铁路轨距一旦拍板，蓝图跟规范被设计好，全国机车轨道投资随之定型，后续再想改，那得要全国换底盘才行。再比如我们很熟悉的 App 商店，30%的抽成是写进了上架与支付规则里的，应用生态长出来后再谈改抽成，等于动整套产业链几乎不可能。蓝图只是决定这个东西的长相，而编码期决定了未来谁有钥匙。经济学家管它叫做递增收益效应或者路径依赖。意思是早期的小优势会被规模学习曲线和网络效应放大成长期的垄断，或者方向一旦被选中，资源分配和权力结构就会被锁定在这条轨道上。这些事情往往都发生在悄无声息、没有人注意的时候。0到1往往是最重要的阶段，成败就在此刻。你想想啊，萌芽期不需要国会辩论，不需要国际谈判，它悄悄埋伏在研发团队的一次次技术决策里，在公司法务的一纸专利申请中，在协议文档的一行行代码里。Paul David 用 QWERTY 键盘解释过这种锁定效应，为了防止打字机卡键而设计的低效率布局，最终成了全人类标准。即便后来有更好用的 Dvorak， 也撼动不了一星半点。因为整个世界的输入习惯、培训体系、硬件模具已经被锁死。就像你买了第一个手机是 iPhone， 之后你换手机时，即便安卓更便宜，你也可能还是会选 iPhone， 因为你所有的照片、账号、App 都绑在它的系统里。这就是路径依赖，不一定是最优解，但旧习惯会拉着你走。Landon Weiner 在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里面说得很直白，技术从来不是中立的，它天生就携带生产者的权利意图，而接口和标准就是权利的编码形式。我们来看看不同行业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玩的都是同一把编码锁。医药用专利期把疫苗捆起来，让仿制药被挡在门外。发展中国家要用的话，得多付3到5倍。如果你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你大概明白我在讲什么。金融里，指数编制商把市场编码成私有方法学和数据管线，被动资金被制度性要求跟跑，还得长期交授权费。技术门槛加法律围栏等于长期收租。我们以为自己买的是整个市场，其实买的只不过是一家公司写好的买入名单。Whisper 很有趣，看起来很像一则寓言故事，但现实里还真有这么荒谬的原型。孟山都是一家英国公司，它手里的转基因种子专利技术能让种子自己断后，是不是跟剧情里的基因锁很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显示，农业转基因种子专利集中度在2010到2024年持续上升，前3家公司掌握了70%以上相关专利。Whisper 所代表的千万万农民们，想留着种子自己种，根本不可能。不仅有基因锁，还有复购合约，全部给你锁死。可见，专利的存在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法律与商业的共同产物。当然喽 ，AI 领域也一样。2025年全球前5大 AI 公司，你肯定听过的那几家，就控制了85%以上的高端算力。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还没开始训练模型，就得先问一问，买不买得起入门门票？即便你有关于算法的灵感吧。
也很难拥有与这些巨头相同的计算与数据资源。闭源大模型限制访问 API 权限，核心参数不透明，小公司只能依赖租用服务，形成技术依附。比如最近 GPT 升级了5，之前训练的思维模型完全像被夺舍了的小伙伴一样，非常郁闷。于是我们最近也开始准备部署本地模型了。那么也许你会问，编码器就只有垄断和封闭吗？当然也不是，也有开放的反例，比如说 TCP/IP 协议在诞生之初就公开标准 RFC， 无需许可，任何人都能实现和接入。这种开放让基础设施先铺开，电邮网页开源社群顺势长出来。即便后来平台开始筑墙，协议的开放性仍然保留了去中心化反制的可能。另一个反例是 VHS 曾经打赢过 Betamax。索尼的 Betamax 画质更好，但授权封闭。JVC 把 VHS 开放给所有厂商，片商更愿意上，机器更便宜，片源更多，最终用户被动跟随。VHS 成了新的事实标准。这说明什么呢？编码器赢的根本不是技术指标，而是生态规模。把门槛降到足够低，拉足够多的盟友先站好了标准位置，后面收租就是水到渠成。总结一下，从编码器完成的那一刻起，命运的齿轮开始运转，事情将变得完全不一样。Wise 的小女孩实验室里的种子，并不只是一个新物种的诞生，而是混杂着制度、技术和访问边界的生命的诞生。等它长成参天大树，人们再想换个品种，代价将会大到超乎所有人想象。所以也有人说技术早期的规则就像婚前协议，写得越细，婚后越省事。可是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讲，这份协议我们根本就没见过，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就已经签约授权了，而且它还自带自毁按键哦，一旦你想退出，就得连同资产和未来一起烧掉。第二个阶段是固化期，想象一下哦，你现在有一个很好的计划，打算改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不再喝碳酸饮料，减少垃圾食品。你开始努力，几天后似乎有了一点进展，但这时你走在街上，遇到了一个超市，你不由自主走进去，看到自己常买的那些食物、饮料，几乎占据了整个货架。每次走过它们，你都会觉得，哎呀，吃一点也没关系啦，反正还没完全戒掉。慢慢的，这种想戒掉但总是被诱惑的习惯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最终你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改变。这就是固化期。一旦某个制度、技术或行为开始运行，它就会有一个自我稳定的过程，它不会轻易被打破，而是慢慢变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最终变成常识。如果没人去变动它，它就会像石灰水里泡过的树枝，慢慢变硬、变脆，最后跟骨头一样难以折断。当编码器的规则不再只是代码里的接口和默认选项，而是被写进合同、法规、行业标准甚至教科书时，系统就进入了固化期。也就是我们就会开始默认这一切就是天然长成这样，不再质疑了。比如第二部曲中的 Elysium 的世界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个阶段看起来最安全、最稳定，我们不会再看到激烈的标准争夺战，也不会有一夜之间的市场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一套日常化的运行逻辑。所有玩家都照着这份早已写好的脚本表演，配合的天衣无缝。历史学家 Darren Acemoglu 把它叫做制度锁定。其实频繁提到很多学者理论，只是为了方便大家佐证，可以查阅相关资料。这个理论是这样描述的：只要没有关键性的外部冲击，这条轨道就会一直运行下去。而金融学方面，托马斯·皮凯蒂用2个世纪的财富数据证明了另一面。当资本回报率2长期高于经济增速 G， 财富就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动集中到最顶端。这有点像修高速公路高速建好后确实让大家都能跑得更快，但前提是你得有车，有车的人收益更大，没车的人反而被甩开。技术进步就是这条高速，它能造福所有人，但最先享受到好处的永远是有资源的人。制度固化就是给这股流动装上了混凝土水渠，让它永远往一个方向走。世界上有很多规律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也是跨学科分析的魅力。我经常会在找到共同点时非常兴奋和惊喜。回到固化期，这个时期的阻力不来自于暴力，而在于成本。
你会听到这样的说辞，是啊，你的方案更好，但换地基太贵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国际卡组织，它就是个例子。清算网络一旦稳定下来，费率和合规要求叠加成了高到离谱的门槛，新玩家想进来，不先烧掉几十亿美元，根本没资格开口。还有我们熟知的能源转型也是这样，哪怕政策喊了5年，电网依旧掌握在原有几家公司手里，因为没有人能负担彻底重构基础设施的代价。这时我不得不搬出 Donella Meadows 的系统理论，稳态系统会通过反馈回路消解外部冲击。啥个意思呢？固化器的系统就像一个自动调温的恒温鱼缸，你往里面倒冷水，比如外部冲击，水温会短暂下降，但加热器立刻启动，把温度拉回原来设定的26度。你往里面倒热水，改革尝试，制冷器就启动，把温度降回26度。那么无论你怎么折腾，鱼缸自己会通过加热降温这种反馈回路，把环境维持在它认定的安全区间。而这就是固化器的厉害之处，用一套看不见的自动调节，让你始终被困在同一个舒适温度里。现实世界中，它不需要用警察和高墙来防守，那太低级了。而是用习惯、便利和合理化叙事，这些看起来温和无害的东西，把所有人绑在同一场共识里。而有时候，它甚至还会被美化，就像某些老城区，房子裂缝遍地，却被导游包装成历史韵味。闭源大模型也是如此，算力和数据高度集中，但官方叙事会告诉你，这是为了安全和质量。听起来没毛病啊，可本质上，这是对垄断的一种浪漫化。这种美化背后的力量是人类的适应性，心理学里叫正常化偏误，时间越久，越容易接受现状为理所当然。外卖平台抽成高吗？你还是每天用，因为换回打电话现金支付的生活，感觉像回到石器时代。习惯被垄断，就是行业的未来被垄断。这也是各大平台愿意砸钱抢用户习惯的原因，那些动不动的100亿补贴都是如此。历史上，法律和制度的结合往往是固化器的护城河。19世纪的英国铁路公司靠立法保障既有线路的优先权，硬生生阻断了新线路的竞争。1921年铁路法更是直接把100余家公司并成4大，从制度上宣布竞争已死。而在数字经济中，eMarketer 预测2024年全球前5大平台将拿下70%以上的数字广告收入，这就是现代版的4大铁路公司。听起来很让人绝望和焦虑啊！不，我们要搞清楚事情的发展和规律，焦虑是毫无意义的事。也许小伙伴们会好奇，那你讲这些有什么用呢？听起来和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其实对于起身个人而言，或者我的世界观来看，这些比一切婚恋问题、赚钱秘籍、技术教学都要和我们更息息相关。学术似乎总是把人拒之门外，但我觉得本质上一切探索都是为了看清规律和真相。如果我们始终无法看清事情全貌，那么一切小事情的决策都有可能走向偏移。我很喜欢一句话，来自统治学家乔治·伯克斯的，送给你们：所有模型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扯远了，固化机有没有漏洞呢？有啊。欧盟反垄断法就是在固化结构里打出的楔子，从强制微软 Office 与 Teams 脱钩，到处罚大厂默认搜索设置，都是试图在接口层撬动稳态。我觉得固化器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让不平等合法化、常态化、隐形化，你不再把它当做一个问题，而是像接受重力是地球初始设计一样接受它的存在。更可怕的是，当你试图改变它，发现不仅要对抗现有规则，还要对抗自己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一句话总结，编码器埋下种子，固化器让它长成参天大树，美丽、稳定、枝繁叶茂，但果实永远挂在别人的树上。第3个阶段是吸收期。吸收期像是麻婆豆腐里的花椒，你以为它是来刺激味觉的对手戏，结果锅一滚，辣油、豆瓣酱、肉末全把它裹了起来。它的麻劲还在，但已经和汤汁融成了一味，不再是独立的挑战者，而是成了整道菜的风味核心。系统也是这样，对待裂缝不会硬把它踢走，而是用规则
激励、包装，把它炖进自己的配方里，让它既保留一点原本的特质，又彻底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妈，我的意思倒不是说系统在煮你 ，but you know， 这就是吸收期。对，就是我们在第2集安多里讨论的那个。系统会吸收所有反抗。社会学家在文化霸权理论里提出，统治秩序的稳固不只是靠武力，更是靠同化。换句话说，反抗者以为自己在对抗，其实早就被收编进了对方的剧本里。想想20世纪的工人运动，19世纪时，它是工业体系最大的威胁，大罢工、接垒战、政权更迭。到了二战后，福利国家出现，养老金、医保、最低工资，看上去是反抗的胜利，实际上也是一种免疫反应。制度用福利削弱了颠覆的动力，把潜在的革命力量转化成维持秩序的润滑剂。科技行业里，这种吸收的案例简直不要太多。开源运动本来是软件世界的反抗军，结果到了云计算时代 ，Linux 成了 AWS、Azure、Google Cloud 的底座。开源没有消失，但被包裹在商业 API、计费模式、管理权限之下。Red Hat 被 IBM 收购，调整源码访问策略，直接让很多下游兼容项目 Rocket、Alma 陷入被动。这不是背叛，而是系统的免疫机制，看到你有潜力，先把你纳入，再慢慢改造。系统会通过外部干扰转化为内部要素来维持自己的边界和稳定。这就像人体免疫系统，不会消灭所有细菌，而是选择和它们长期共存，只要它们不威胁主系统的生存。文化层面也是同样的逻辑，环保运动一开始是对抗型的，抵制、游行、立法诉求，但当绿色成为一种营销标签之后，企业会主动在广告里加上可持续、碳中和，把原本的批判性口号变成促销语。消费者觉得自己在支持环保，其实是在帮公司提高利润率。吸收器的狡猾之处在于，它不会像固化器那样摆出明显的边界，而是用共赢、生态、合作这些温柔的词把人忽悠进去。很多社会创新项目一开始真的是为了解决不平等，但为了生存，很快就会介入主流资金，适配主流规则，最后在财务和运营逻辑上与原本的对手没有区别。回到 Westworld 里，女主虽然培育出了能自我繁衍的种子，可城邦依然能找到新方法去控制它，比如限制流通渠道、修改基因配方、制造依赖，这就是吸收期的本质。比较神奇的是，吸收期甚至会让反抗者觉得这就是胜利。开源作者看到自己的代码跑到全球最大的平台上，环保组织发现政府和企业开始主动谈减排，区块链社区见到银行和监管机构开始研究数字资产。这些表象让人以为目标达成，但底层的权力结构其实只是在换皮。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换掉手机系统，删掉某个社交软件，甚至搬到另一座城市，想彻底切断一些旧的东西。可几个月后，你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又回到了差不多的状态，界面可能变了，按钮换了位置，可核心体验似曾相识。这就是裂缝的再生，也就是我们的第4阶段，再生与循环。它之所以顽强，是因为有3股回弹力在同时作用。第一股力量是系统默认设置会悄悄复位，算法会按照你最容易上瘾、最容易停留的模式，把推荐慢慢训练回去。第2股力量是关系和习惯网，会把你拽回去，朋友、支付、商家、历史记录全在原来的系统，换一次等于改一整套生活流程。而第3股力量是激励与规则没有改变，广告分发、数据所有权还在老权力手里，新平台为了活下去也会复制同一套盈利玩法，结果就是不管外壳怎么换，目标函数始终没变，抓注意力、促交易、控分发，新品还是装旧酒。相信你也听过寡头铁律，无论一个组织一开始多么民主，最终都会被少数人掌控。这条逻辑就像 DNA， 土壤可以换，阳光角度可以调，但基因里的编码不会自己消失。旧裂缝会在新系统里复活，甚至更稳定、更高效。我们来看看科技圈。比特币诞生时的理想是去中心化，可到2025年，全球 80% 的交易量集中在币安、Coinbase 等5大交易所。NFT 曾承诺给创作者更多话语权，
但很快被 OpenSea、Blur 等平台重新包装成新的投机资产。你以为跑出了系统，其实只是在一个巨大的回旋楼梯上绕了一圈。社交平台也是如此。MySpace 倒下了， Facebook 崛起，论坛衰落了， Twitter 接手， TikTok 火了，你以为是短视频的新纪元，其实只是更流畅的信息喂食机。今天我们抱怨 YouTube 的算法千篇一律，和20年前骂论坛版主删帖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控制信息入口的人才是真正掌握流量和话语权。政治与经济的循环更长，但同样精确。罗马帝国灭了，拜占庭接力，大英帝国衰落，美元霸权接盘，版图颜色换了，旗帜换了，可资源调配的中枢依然握在少数人手里。系统思维理论里解释过这种现象，复杂系统都有自我稳定的机制，哪怕外部条件再怎么改变，反馈回路会把它拉回既定状态。换句话说，崩溃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基因刷新。裂缝的再生不仅靠结构，还靠文化的同化作用。消费主义就是经典例子。你曾批判它浪费，但新一季手机发布时，手还是痒。你质疑平台垄断，但每天照样刷短视频、点外卖。灵活就业也是，最初被视为风险，慢慢变成常态，甚至被包装成自由与弹性的生活方式。当不平等被习惯和语言美化，它就完成了文化化，不再被看作问题，而是社会的自然组成部分。这就是循环和再生，柔软无形，像空气一样渗透你的生活。一切我们以为的选择，其实都是被选择。有没有跳脱的可能呢？有，极少。少数区块链道在早期规则上链，人人可见，人人可复刻，实现了短暂的去中心化自治。但大多数道很快滑成为链上寡头，代币集中，投票权集中，甚至有1%的地址说了算。瑞士有些州的直接民主确实能把权力分散玩转，而且一直持续好几百年。但别误会，这只是极少特例，这种只有小地方关系紧密，大家愿意为参与付出高成本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还有不得不提的维基百科，能抵抗资本化靠的是非盈利框架加志愿者文化加严格社区规范，但这样的生态在商业环境几乎是不可复制。结论很残酷啊，如果不在协议层拆掉资本权重唯一的默认，旧裂缝就会换个 UI 回来。设权重上限、时间解锁、2次投票、贡献绑定这些护栏，不是技术装饰，而是基因改写。所以别轻易迷信新世界这3个字，很多时候它只是老世界换了一套皮肤， bug 还在，只是打了新的补丁。这4个周期就像一条呼吸的年轮，编码期是春天，播下种子，接口标准产权，悄悄刻进未来的基因。固化期是夏季，树叶成林，规则长进制度与法律，繁茂却难以撼动。吸收期是秋天，反抗化水归土，风力被温柔收编，成了系统的养分。而冬季则是再生与循环，雪覆盖着大地，外壳可以换，旗帜可以更改，旧基因在沉睡中等待萌发，它们首尾相接，不断轮回。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部无法跳出的剧本，对系统来说，这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换季轮回。以上就是我想带给大家的阶级裂缝生命轮回理论。下一期我将会出3部曲的合集，并且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 AI 能否成为最优解，这当中会有哪些现实中的难点。记得点赞支持哦，下期见。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Scream it out, let it burn inside. Shattered wings, but I still take flight. Fall again.